48岁男子血压143/90，满不在乎，结果脑出血。医生，俩错误不该有。赵先生今年48岁，经营着一家中型公司，操心的事情有很多。毕竟是自己的公司，有些事情都是亲力亲为，所以平时对身体的照顾并不是很多，以至于赵先生在最近经常出现头晕、头痛等问题，这他也蛮不在意。是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之下，才去了医院做身体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，身体果然有问题，血压达到了143/90，这样的血压状态其实已经比较危险了。如果再不控制的话，带来的健康问题可能更大。但是听到医生的话之后，赵先生并没觉得有什么，甚至是回家之后依旧该抽烟抽烟，该喝酒喝酒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赵先生因为脑出血再次入院治疗之后，命算是保住了，但是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现在有很多人都像郑先生一样，对高血压的危害一无所知，甚至是有了错误的行为。那么具体是指哪方面呢？一、高血压的危害。一、肾病。高血压所导致的肾病会随着血压问题的严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，最终很有可能形成肾衰竭。之所以会出现肾病，是因为高血压的状态下，肾动脉出现了硬化的情况，以至于承载的血流量变少了，肾出现缺血的问题，久而久之，肾单位减少，出现纤维化，就会造成肾功能下降，最终导致肾衰竭。二、眼部疾病。由高血压所导致的眼部疾病也是非常严重的，通常情况下，患者会表现出视力模糊，甚至是严重到失明。这是因为受到高血压的影响，微小血管出现破裂或者是硬化，眼底会出现出血，视网膜受到损伤，从而出现视力模糊或者是失明等问题。当高血压持续得不到控制，发展到后期，患者大多数会出现失明的问题，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，对患者来说也是一种折磨。三、认知障碍。高血压之所以会导致认知障碍，也是因为血管输送血液和氧气的能力下降了，造成脑部实质性的缺氧或者是缺血，从而失去大脑功能，出现较为严重的认知障碍。四、心脏和脑部疾病。其实关于高血压最常导致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心脏和脑部的疾病。心脏通常情况下就是心脏功能性的受损，容易造成心肌梗死、心肌缺血和心力衰竭等问题。而脑部疾病多数是脑出血，脑出血是因为出现了血管阻塞或者是破裂，脑出血所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大的，严重情况下患者会失去生命，救回来了也有75%的可能会留下后遗症，对患者未来的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，对整个家庭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负担。五、骨质疏松。长期高血压也会造成骨质疏松。我们都知道高血压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疾病，多发于中老年群体。中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，钙质的流失速度变快，本身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。如果持续性的高血压，就会导致骨质变脆，骨量减少，进而影响到了骨骼的健康，从而导致骨质疏松。老人一旦骨质疏松，就容易造成骨折，甚至会威胁生命。以上就是高血压所带来的危害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认为血压值有所波动实在是太正常了，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明显，不影响日常生活，就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了。慢性疾病所带来的影响属于长期且缓慢的，一旦出现了并发症，就是非常严重的，会危及到生命。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通常情况下会有2个错误，那么具体是哪2个错误呢？二、高血压患者的2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就是对于降血压药物的认知与使用。其实医生根据赵先生的情况开了相应的降压药，但是在回家之后，他并没有按时服用，甚至是觉得自己的情况并不需要服用药物，所以没有按照医嘱通过药物进行血压上的控制，以至于血压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，诱发了脑出血。现在有很多人对降压药的认知依旧停留在只要有用，谁都可以吃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药医生的诊断又有什么作用呢？不同的人高血压的类型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要针对性的进行用药，而不是这种降血压的药好用，其他人同样也可以吃。而赵先生则是属于私自停药了，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按时服用药物，
导致血压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，差点就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。虽然现在人救回来了，但是留下的后遗症也是一大折磨。第二个错误就是通过感觉去判断血压，没有充分的了解。高血压也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，这是因为该种疾病本身可能并没有多严重，但是长期不受控制的话，就容易引发各类的并发症。像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疾病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对于生命的威胁都是很大的。而对于患者本人，一旦患上了高血压，导致了这些并发症，日后的生活都会变得极为困难。有很多人会察觉自己血压值可能偏高，但是觉得这不是大问题，不去看医生，也不及时采取措施。这种认知性的错误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健康受损，甚至是威胁到生命。所以平时还是要准备测量血压的仪器在家里，当发现有问题时及时测量。如果在家测量确实血压偏高，那么就要及时就医，不然最后威胁的是自己的生命。以上这两个错误就是高血压患者最不该有的。关于药物的使用，还是要根据个体之间的差异，根据医生的建议用药。另一方面就是应该对高血压有全面的认知了解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。那么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？3. 高血压患者日常注意事项。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关于药物的使用，千万不要随意的加减药量或者是停药。就像上面所说的，高血压患者对于药物的使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误解，而关于药量也是如此。现在依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开了药之后，会根据自己的感觉选择药量的增减。药量的增减应该是医生进行检查之后，根据个体的身体情况进行判断的。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吃降血压的药物没有任何的作用，干脆就停了，以至于血压波动较大，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，从而引发了脑出血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疾病。之后要做到的就是戒烟，限制酒的摄入。烟酒对我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坏处是不言而喻的，但是依旧有很多人没办法彻底戒烟和戒酒。可是对患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一定要戒烟，因为抽烟的话会导致心率变快，对于血管来说是一大压力，就容易造成血压升高。而酒精会导致中枢神经受到一定的刺激，造成心跳加快。长期这样下去的话，高血压是很难得到控制的，甚至是会持续性发展，变得更加严重。最后一点就是高血压患者还是要注重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点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当有情绪的时候，肾上腺素分泌会有所增多，这样就容易造成血压升高。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夏天，很容易烦躁，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一定要及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保持心态平稳。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先深呼一口气，避免给血压带来影响。以上就是关于高血压患者日常应该注意的事情。而在生活中，首要做到的还是预防高血压。这种慢性疾病对生活质量和生命都会产生一定的威胁，所以不如从根本进行解决。尤其是在饮食上，一定要限制盐分的摄入，因为盐分摄入过多是会造成血容量增加，以至于血压升高的。每天成年人的盐分摄入量不超过5克，平时要注重一些隐形盐的存在。另外，对于快餐、高油高糖的食物，尽量能少吃就少吃，这样有利于控制盐、糖还有脂肪等摄入。将总量控制好了，对身体是有利的。尽量选择自己在家烹饪，这样所使用的食用油还有用量都能够有个精准的把控。在饮食上还要注重多吃蔬菜和水果，这有利于身体健康，可以预防多种疾病。最后一点就是关于睡眠，睡眠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人的交感神经会过度兴奋，以至于血压变得异常。所以为了预防高血压的出现，平时要保证睡眠充足，有高质量的睡眠。总结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很多的慢性疾病都已经找上了中老年人，但是依旧有很多人对像高血压这样的慢性疾病毫不在乎。明明已经检查出了血压出现了异常，但是并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按时服药，在生活中进行控制，以至于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赵先生，一旦发现自己的血压偏高了，就要好好吃药，并且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加以控制，
保持血压的平稳，身体才能够更健康。主要还是高血压的并发症是极为严重的，无论是出现哪一种并发症，对于患者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，而且想要治疗是难上加难。